来画一个瓶子吧，先画一个瓶子，后面再画什么，我们再一步步的往后推进。好，大概这是水位啊。因为一下子可能怕画的不标准，所以我们先用淡淡的颜色来画，先用淡淡的颜色来画一次，然后我们再用深一点的颜色去整理。好，我们再用浓一点的颜色，深一点的颜色，用浓一点的墨。这个玻璃瓶一次画不好这个形的话，不要一次成型，你们可以打一下草稿呀，不要像我这样子直接画啊，你们可以用铅笔先打一个稿，用铅笔先打一个稿。好，把这个嫩枝干先画上啊。嫩枝干用这个三绿和藤黄调成一个嫩绿色。三绿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，调成一个嫩绿色。然后笔尖这个胭脂没有了，再来一点胭脂，直接放这里吧，这个胭脂。
来从花心正中间出来。这也可以出一点点叶子出来啊，出一点点叶子出来，来一点嫩枝干，待会儿也画一点点老枝干。这朵花的话，好，这个嫩枝干可以画一点点这个梗在这里，比如说是断掉啦，没有啦，都可以啊。然后要画一些老枝干之类的。这个玻璃瓶，待会儿这个线条让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做处理。如果没有干的话，待会儿我们画的话，直接画上去它会晕，它会晕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叶子进来，好不好？加点叶子，我们就用这盘子里多余的颜色去画叶子好了。这个三青没有了，三青没有了，用三绿吧。这个盘子里还可多三绿，这个盘子还这么多三绿，不用就可惜了。把这个三绿和三青混到一起用，三绿和三青，然后太绿了，加点墨进来。太绿了，太绿了，加点墨，调一下。把它调稍微的，把这个颜色压一下，不要那么绿，然后加一点黑色，加墨来画啊，画叶子啊。我们先在这里画一组，这个叶子我们伸出来一组吧，伸出来破边，我看一下要不要破边啊。叶子就是三青加墨啊，三青加墨。三绿啊，三绿加墨，说错了，三绿加墨。
好，像这些露出来一点点的这个叶子不是很好表达，没有表达好它就不好看了啊。好，这里画几片叶子。我们用这个三绿有一个好处，它就可以覆盖。三绿的颜色它是实色，所以它可以覆盖啊。这里来一片。笔尖蘸一点黑色。边蘸一点黑色，这个叶子的话，可以从外边出来，回来一点点。好，在这个边上看到一点点，看这上面是加一点什么好呢？这上面再加一点什么好？来考虑一下，思考一下。先来一个瓶子，好不好？这后面再来一个瓶子，再加其他的，好吗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加梅花，梅花倒是不错的这个选择，加梅花还可以哦。这个瓶子待会儿我们这个可能要用颜色去盖了，去遮了。这个画面也是很丰富的一个画面啊，很丰富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很多很密的。来加梅花是吧？梅花就梅花。这个怎么出的不好看呢？
好，画一些枝啊，画一些枝，随意画啊。让这个画面更多一点这个线条。那画这个梅花画什么样？画什么颜色呢？画什么颜色呢？我们也用一点点，把我们的底色用完。看我们的画，看我们的这个盘子里有什么颜色？用什么颜色？画什么颜色？我试一下。这个颜色太暗了，不行。试一下，黄色其实在这个画面也是很配的，但这个黄它有一点点太鲜艳了，我们试一下用土黄色。这个藤黄的话，它有点艳，有点太艳了。还是用画面上的颜色吧，是啊，是吧？就不要跳太多颜色，黄色是可以的，黄色可以，因为我们的花心也是黄色，花心是黄色，它刚好，叶筋没有勾，对对对，赶紧的，黄色的话它可以呼应啊，画面有红色有黄色的，这些都可以画。所以说这个配色还得要仔细的考虑一下。黄色是，我再试一下这个黄色。黄色在这个画面，这个黄色还是很配的。在这个画面，黄色还是可以的。按照这个配色的话，我们用太白，然后调一点土黄，再调一点藤黄，好不好？画面上5个瓣啊，这梅花就点5个瓣了。看得清楚吗？要不拉近一点点啊，要不拉近一点，画梅花。画梅花这个花瓣画圆一点啊，不要画的太那个什么，不要画太尖了。5个瓣啊，5个瓣稍微圆一点点。
黄色我感觉是在这个画面还是很配的，跟这个画面的颜色很搭。笔上太干了，有的时候也画不动。好看是吧？黄色好看是吗？把这个花瓣画圆一点啊，尽量画圆一点。有些朋友说用勾线的方式画，勾线的方式就更慢一点，我们要画的更久一点。其实我们画，我还是想画快一点。颜色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调那么均匀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了太白之后就笔尖蘸一点黄色，笔尖蘸黄色就可以了。调太白，然后笔尖一点黄色就行了。我们要让多的地方更多一点，好不好？让这一堆的这个花让它更多。这个画面这一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土黄，又有的时候我们又用藤黄，让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出现一点点渐变。好，让那一块这一块多的让它更多一点。再看一下，看一下还要哪里再加，哪里加多一点。有淡的，有浓的，各种色调的。好，密的地方，花多的地方再加多一点啊。太白不是很够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太白。不用每一朵花都画得清清楚楚的，有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太清楚，朦胧一点就好了。
点啊，就这样子去点5个半。好，这一块就让它是最多的、最密的。慢慢再加多，再加一些稍微淡一点点的。这个背景上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就不要把它画得太过于细致了，不然就喧宾夺主了。好，密的地方让它更密啊，这里中间可以来一点点。啊，这一块就是最密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黑色的。画上一些花心。那你说梅花要很细致的一个个的去画花心，你都不知道画到哪个年代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太细致了。写意的，我们的牡丹花才是我们的主角，这个梅花是配角，它都是为了衬托我们的这个画面的。好，沾一点黑色。特别是这个梅花的这个枝干，这个点就很多了啊。主要是把这个叶、这个花下面加一点点托上来。加一点黑色，加一点托，加一点枝干上的这个点。好，有的地方我们可以点一些这个墨点进来，淡墨的点，一定不要太浓哈，淡墨在背后点一些。在这个
这个缝隙里面有些地方点一些这个淡墨进来，让这个梅花显得它更有精神一些，更有层次一些，不然它会显得很单薄、很薄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画梅花我不是专业的，我不专业画梅花，但是我们画画的就什么都要画一下，什么都能画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一幅作品完成哈。好，这幅作品我们这个后面画了这个梅花，还画了这个瓶子。那这个瓶子前面我们要画成玻璃瓶的话，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瓶子还要把它画过来哈，它是透明的。上次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瓶子直接来画下来啊。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是一个玻璃的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的，所以我们后面是可以看到底，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。好，我们要画出它的这个玻璃的感觉，那我们要调一个淡墨，把笔洗一下。我们用画叶子的这支笔，我们现在画这个玻璃瓶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一个淡淡的墨，不要太浓了，加一点点墨进来，调一个淡淡的墨。调一个淡墨啊，笔肚里面是有淡墨，笔肚里面有这种刚刚调好的淡墨，然后笔尖上稍微沾一点点这个稍微浓一点点的墨，当然也不要太浓了啊，在这个墨边上沾一点点稍微浓一点点的，然后我们从这个边缘开始啊，从这个瓶子的这个边缘开始走，沿着这个瓶子的边缘走。不要走得太粗了啊！直接把它所有的都填上这个淡墨。好，笔肚上再蘸这个淡墨啊，然后笔尖还是一样啊，笔肚蘸淡墨，笔尖在这个稍微浓一点点的墨里面加一点点到笔尖上，沿着这个瓶子的边缘走。好，整个的这个空间里面全部涂上这个淡淡的墨。这个生鲜纸它有一点水，哇，这个墨是我们今天白天用的，它里面有点胶，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况，不能有胶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墨的话是不能有胶的，但是这个墨的话有胶哈。我忘记了，因为我白天在画其他的东西，所以用了有胶水。你看有胶水，它这个墨都会出来。有胶水，它这个墨都会出来，都会阴出来，所以千万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用有胶水的。好，要重新画一个墨啊，没有胶水的墨。有胶水的墨，它就是有这种特性，它不是水走色流，它是墨也走，胶也走，知道吗？就是胶的特性啊，胶的为什么要用胶？用胶就是让
让它的墨和水都走。这里面颜料里面有胶，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它这个边缘都跑出来了。当然，我们画写意画，它边缘有跑出来的，有没有关系呢？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啊，不用去纠结它，出来就出来，好不好？墨跟着水走，对，加了胶之后，其实它不是跟着水走，是墨跟着胶走。对啊，墨跟着胶一起走，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。就是我有一张纸，就是给大家就试验的。你看这个，那因为这些，你看这些是加了胶的，它这个墨走开，本来我就画了这么一块，中间的这一块，画中间这一块，结果它墨就往外渗开，就是这个都走开，跟着这个胶一起走了，所以它就大了，你看整个它就晕开了。如果说这种状况我们没有画这个线的话，就这样子，它是这种水墨味也特别好。然后我们这个瓶子的话，我们想把它画成一个什么瓶子呢？这个瓶子的话，我们再加点叶子啊，加点叶子。这个是里面有这个三青和三绿，有三青和三绿。然后笔尖去蘸点墨，笔尖蘸点墨啊，我们加2组叶子在这里。好，加1组叶子，然后在这个上面也加一点。这上面还是不加，要加它就在这个花已经画到前面来了，再加它又觉得很奇怪啊。它这个叶子又不可能在这个花的后面，因为这个瓶子在后面啊。如果我们一加，它是覆盖不了的，覆盖不了这个梅花的。因为这个梅花我们用的是这个梅花它的颜色本身，这个黄梅本来就用的这个实色。就是藤黄，它的颜色本来就很有覆盖力的。我们稍微等它这个瓶子半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处理啊。对，这个瓶子这里的这个叶子啊，这个瓶子这里的叶子它是出来的，它是在外面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叶子要有覆盖啊，要有覆盖力，我们要用浓一点的颜色。那前面可能是画了这个瓶子之后画了这个叶子，所以这个叶子它感觉在这个瓶子里面这个层次不对啊，我们加一点实色，把这个叶子让这个叶子在外边哈，让这个叶子露在外边才对啊。实色我们三青和三绿的颜色都是实色，然后我们加点浓墨，三青和三绿的这2种颜色它都是属于实色，实色就是有覆盖力的就叫实色，就是藤黄呀这些都是算是实色。那我们花青它是比较透明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实色，把这个叶子露出来啊。那有前面有后面，我们这一组叶子我们就画到后面。为什么这一组放到后面？它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掺过去，因为就想把这个枝干给露出来。好不容易有一组这个嫩枝干，我们这个画面需要这个嫩枝干，我们想把它露出来，所以我们这一组就让它露出来。好，加一点点叶筋上来。好，这个叶子是在外边的啊，在外边的。看看这个上面我们要不要加叶子？还是不加了吧，上面不加了。现在是湿的，它会有一点点反光，等它干了之后它就会好很多。那这个颜色的叶子我们要呼应一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那这个颜色的叶子我们在这个画面上，
这边的叶子跟它颜色有点区别，我们把这两组叶子也把它覆盖一下，让它的颜色跟这边的颜色类似呼应，不然两边的这个叶子它是感觉是分界线了，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的叶子。好，把它覆盖一下啊，覆盖一下，让这两组叶子类似，上面叶子不一样的颜色没有关系啊。好，勾一下叶茎哈，加上一些叶茎。好，我们可以处理这一个瓶子。这个瓶子，哇，这个瓶子被水阴到，这个不是水哈？这是墨和胶。本来不想做这种效果，因为今天白天用的这个墨里面加了这个胶进来，加了胶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。我们没有加胶，就是水走色流，但是加了胶之后，就是这个颜色和这个水都走了，颜色和水都走了。这个瓶子我们做一个什么颜色？做一个白色的吧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白粉色吧。把这个盘子有胶，我们就水冲一下，等下我又用到它了。不小心这个瓶子就是不小心用了胶。好，用白色，我们调一个白色。白粉啊，就是太白。这个是太白，当然在这个盘子里调，它盘子里有一点颜色，我们就不管它，就让它盘子里多了一点点颜色，让它的颜色，出现一点点变化，不是纯白色，让它不用是纯白色就行了。那刚好就是盘子里多的颜色就放进来，让它不是纯白色。我们先把这个瓶子先涂一遍啊，涂一遍这个白色，但这个白色不是纯白的，它里面有盘子里多余的这个颜色。
好，这个内侧的话，我们加一点其他的颜色，让它更深一点。比如说这个盘子旁边有这个交叉。这个瓶子再做一些其他的处理吧。看一下，我们再做一些什么花纹之类的进来。对，这边也要软一下，这边。因为它是前面这个，我们画它是画一个玻璃瓶啊，但这里现在是湿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橙的太白啊，橙的太白干嘛？我们来画这个玻璃瓶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太白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橙的太白，来把这个瓶子我们来处理一下。沿着这个线啊，沿着玻璃瓶的这个线啊走。用这个太白啊，橙的太白不要太稀了。笔上如果走不动，你可以蘸一点点水，但是不要稀了啊。来，这些枝干是在里面，我们直接画上去，画过去啊。好，后面这条线我们有一些地方看得到，有些地方是看不到的。这画的时候有一些还是因为先把瓶子画了，所以这个枝干是要在外边的。我们要把这些细节上前面画的时候没注意到的，我们可以把它修整一下。这个地方肯定是看不到的，我们加一点三氯。多一点三氯啊，厚一点的三氯，用厚一点的三氯去覆盖它，不然就覆盖不了。要用厚的颜色，这个时候要用厚的颜色去覆盖。三氯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太小了，这个三氯还是要再多一点。这里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嫩芽进来啊。你看这里之前都没有画这个小嫩芽进来，这里可以加点嫩芽，直接加成嫩芽也行啊。好，我们里面可以浅一点点啊，画一点点这个纹路啊，感觉这个水纹、水纹的这种感觉。枝干注意，枝干在里面，这个叶子是在外边。还有用这个太白把这个整个的外层加一层啊。这个线的话不一定说全部是实的，有可能中间停一下。你看我中间可以停一下，
用这个白色的太白橙色橙的太白。还有这个底座这个地方啊，底座这里也是。可以让它有一点点这个渐变的。好，这是太白哈，这个上面也是，这个看得到的地方都要用这个太白提一下，要有黑线和白线都看得到。虽然我们的写意画没有办法像这个油画一样把它画的那么真实，但是大概我们要看着像那么回事儿。好，要体现出玻璃的这种感觉来。好，这个底这里也要加一点点，加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墨有出来了，没有关系啊，出来就出来，就让它出来好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个是玻璃瓶干了之后颜色会更淡一些，因为现在它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，现在颜色整体墨还没有干，它是湿的，现在还是湿的，所以就显得颜色很深，等它干了之后它会更淡一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瓶子，我们把它做一下什么颜色？然后我们弄一个冰裂纹，好不好？冰裂纹用什么颜色？用金色，好不好？用金色。好，把这个盘子擦一下，用金色的墨水，用墨水啊，用金色的墨水，摇一下再用。来，把笔洗干净，我们再用这个金色啊，金色我们要保持笔上干净。好，这个纹路的话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，我们就随意画，好吧？随意画。
随意画。如果太浓了，我们笔上蘸一点点水也行。笔上蘸一点水，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水进来。哇，这一笔太大了，刚刚太干了，这里现在太湿了。好，这一笔有点超过这个叶子了。这个纹这里大家可以快进啊，可以快进啊，就你们自己去编啊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，自己去编就行了。啊，把上面不够浓的线条不够粗的，我们再加粗一点点啊，让它整体搭配一点点啊，不要下面是比较粗的，上面又比较瘦一点的。好，这个是金色的，它确实有点反光啊，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啊，你就是画这个金色的，用这个金墨，用金墨画的这个金色这个纹。基本上这一幅算是完成，但是还是想再加一点东西啊，还是想再加一点东西进来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个这个横着来啊，横着，加一点这个什么，叫什么呢？想一想，加一点这个帘子下来啊，加一点竹帘下来。让它的整个颜色更丰富一点。那我们加一点什么颜色来加？我们用赭石交叉，赭石和交叉这两个颜色。
就是冰裂纹那里是看不到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就是本来就反光，你就画出这种纹路，你到时候看图片。今天晚上在灯光下，它可能是有点反光，有点看不太清楚。哇，调的颜色有点多啊，颜色有点多，再调稀一些，多加点水。在旁边的废纸上先试一下颜色，觉得可以的我们就往上画。如果觉得太艳了，我们加一点墨进来，把它压一下，加一点墨。我现在蘸了一滴墨进来，笔上去蘸了一点点墨进来，稍微把这个颜色变深了一点点，变深了一点点。整个笔按下去啊，这个就要用笔要稳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用笔要稳啊。也是画歪了。如果中间有一笔歪的，我们要调整。大家多画画，用笔就稳了哈。哎，这后面瘦了一点啊。多画多练，手就会越来越稳。其实画这个也是一个锻炼啊，也是锻炼大家的用笔的这个稳定性。哇，你看我也画歪了，这一笔就有点歪。
哎，这一笔我刚刚停了一下，停了一下，你就一个点儿，看到吗？还越是短的还不好画呢。看一下画到哪里。我们先把它竖起来看一下要画到哪里，看一下要画到哪里去。再往下画一点啊，再往下画到哪里呢？这个时候正好是一半，我们不能中分啊，不能中分就不好看了。好，继续再画几格。也不能跟这边的这个花对齐，跟这边这个花对齐也不好看。那我们还要再往下画一点。好，再画一笔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竖着画比较好画，横着画没那么好画。好，画到这里差不多了，画到这里差不多。有深有浅，有一些枯笔，这些枯笔的话，我们就让它留在这儿，这些枯笔就这样留在这里，非常好。就是一笔画成怎样就是怎样，一笔画成怎样就是怎样。可以隐隐约约的加一点点这个竖线在里面。好，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竖线在里面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整幅作品。咱们看一下这个桌面上要不要软一点点颜色，我们来加一点点墨，加一点点墨。加点墨，我们也不要去做一个这个正常型的桌子，也不要画的整整齐齐一个桌子。一个画的整整齐的桌子，跟这个窗帘的话，它就是有一点这个横线，它会都是很多横线在这里面，也不好看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做一个这个扫一下吧啊，很随意的扫一点点，笔上蘸一点点墨，笔上蘸一点点墨，扫一下这个印子进来啊。因为刚好这个瓶子的话，因为前面有一点点这个，好，很随意的去扫出来，很随意的扫一点点这个瓶子的这个，不管它是影子呀，还是什么，还是墨呀，还是什么的，还是它的阴影呢，还是它的光线的阴影啊，我们不管它是什么，我们就这样子扫进来。好，把这个角就把它封掉了。好，就用这个枯墨
不用太扫的太平均了，就随笔的去扫就好了，随笔的去扫。好，这一边让它整体的暗一点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刚好把这个透出来的这个墨可以把它遮一下。这个玻璃瓶还没有干哈，干了之后它会显得更，这个冰裂纹差点也是把它掉了，冰裂纹它在里面也是有的啦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一个透明的。好，我们这幅画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哦。